在日常生活中，有时我们会遇到某些情况，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或他人对自己造成了伤害。这种伤害有时可能来自他人无心的行为，有时却来自一个有意或无意的伤害。无论是哪一种，往往都会在内心留下阴影。然而，更令人困惑的是，那些造成伤害的人，并不总是能够正视自己所做的事。相反，许多人选择忘记，或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来回应，甚至反过来指责受伤的一方过于执着于过去的事。这样的情况不仅让人感到困惑，也让人感到无助。为什么有些人无法正视自己所造成的伤害？为什么他们选择逃避责任，甚至将责任推给受害者？这其实与情感防御机制有关。人类天生对痛苦和内心的不安有着强烈的抵抗力，尤其是在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时。当一个人无法面对自己所做的伤害，他们会本能地选择遗忘或否认，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面对内心的罪恶感和愧疚感。然而，这样的防御机制并不能真正帮助他们疗愈，也无法解决问题。对于受害者来说，这种回应常常会让他们感到更加受伤和无助。当他们无法获得应有的理解和道歉时，这不仅会让他们的伤口更深，还会让他们感到孤单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过于敏感或过于执着于过去的伤痛。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。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更多伤害，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内心的平静，从而更有效地处理问题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整理好自己的思绪，稳定自己的立场。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时，尽量用一种冷静、理智的方式来沟通。例如，你可以说：“我理解每个人对事情的记忆会不同，但这件事对我造成了伤害。我希望我们可以真诚面对这个问题，而不是去忽视。”这样的表达不仅能让对方理解你的感受，还能让他们知道，这不仅仅是过去的回忆，而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，影响着你的情感和心理状态。这样的沟通有助于促进理解，也能帮助双方建立更深的信任。然而，这并不总是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。有些人可能仍然选择逃避，或者甚至反过来攻击对方，指责对方不应该记得那些过去的事。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，你或许需要重新考虑这段关系的健康性。健康的人际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、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。如果对方拒绝承担责任，并选择逃避，这样的关系可能无法提供你所需的支持与疗愈。当你发现自己无法从某段关系中获得应有的理解与支持时，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这段关系了。你不需要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，将自己的情感和需求置于次要位置。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尊重和理解，这是建立健康关系的基础。如果对方拒绝真诚面对问题，并选择逃避或指责，那么你可以选择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自由和幸福。你不必将自己困在一段缺乏尊重的关系中，而是可以选择为自己开创一个更有意义的生活。记住，宇宙总是在为你提供指引，帮助你向前进。当你选择摆脱那些不健康的关系，选择朝着更高的生活品质前进时，你会发现，所有的机会和幸福都会随之而来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情感稳定，并以一个成熟、理智的心态来处理问题。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内心平静，也是在为自己创造一个更积极、健康的人生道路。每一段关系的结束，无论是亲密关系还是朋友关系，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当你学会放下那些不再有益的关系时，你会发现，
自己的内心会变得更加自由，生活中会有更多的可能性等着你去探索。这样的过程可能并不容易，但这正是自我成长和蜕变的一部分。当你能够真正的面对自己，正视自己所经历的伤害，不再逃避过去的痛苦，这将是你成长的重要一步。这不仅能帮助你走出困境，也能让你在未来的生活中拥有更多的智慧和力量。在这段旅程中，你会发现，所有的挑战和困难，其实都是为了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自己。每一次的情感波动，每一次的挫折和失落，都是你向更高层次成长的阶梯。当你学会放下过去，放下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坚强，也更加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宇宙的吸引力法则总是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发挥作用。当你开始改变自己，对自己和他人更加宽容和理解时，你会发现，生活中的一切都会慢慢的改变。这不仅仅是关于他人如何对待你，更是关于你如何对待自己，如何选择以积极、健康的方式来回应生活中的挑战。无论他人如何回应你，记住，你的生活是由你自己掌控的。你有权选择走向更高层次的幸福，并且为自己创造更健康、更充实的人际关系。这是你人生的选择，这也是宇宙为你准备的礼物。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，那就是身边的人对我们造成了伤害，而他们并没有任何歉意。相反，有些人会选择用忘记来回应，甚至还会指责我们记恨过去，这让我们感到困惑和无力。这种行为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情感防御机制，这让他们无法面对自己曾经所造成的伤害，也让他们选择通过否定和合理化来减轻内心的罪恶感。这样的情形并非偶然，在很多情况下，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往往无法正视自己所做的事。也许他们害怕面对自己所造成的伤痛，或者他们不想承认错误，这些都源自于内心的防御机制。当他们无法正视自己所造成的伤害时，他们选择逃避，将责任推给对方，认为是我们过于执着于过去的事。这种行为看似可以帮助他们减少心理压力，但实际上却无法解决问题，也无法带来任何建设性的发展。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时，如何应对呢？首先，保持冷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面对这样的情境时，首先要整理好自己的思绪，稳定自己的情感，并准备好以理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。我们可以说，我理解每个人对事情的记忆会有所不同，但这件事对我造成了伤害。我希望我们能够真诚地面对这个问题，而不是去忽视它。这样的表达方式不仅能够清楚地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感受，还能表明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态度。然而，这并不保证对方一定会回应或者改变。如果对方仍然选择逃避或攻击，这时我们或许需要重新考虑这段关系。健康的人际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。如果对方不愿意面对问题，那么这样的关系就缺乏了应有的基础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或许是时候做出改变，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幸福和自由。朝着个人自由的方向前进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的选择。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样一段充满逃避和否定的关系中，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情感精力，还会使我们的内心感到更加沉重和不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学会放下过去的伤害，放下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。每个人都应该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过错，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。当我们选择以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挑战时，
我们也会发现，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生活中的其他问题，都变得更加容易解决。这时，宇宙的力